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4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来自宋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严老师，欢迎；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来吧，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觉得我们在一起3年了嘛，然后几乎每天都是吵架闹情绪，根本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然后我觉得我跟他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爱情了。然后我跟他提了分手，然后他不同意，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毕竟已经在一起3年了嘛，也见过父母了，我也没有精力去接触其他男生了，就很纠结。我们都很累。但是我们又不想分开，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峰24岁，来自四川待业；女嘉宾小燕23岁，来自四川礼仪。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谈了3年恋爱是吧？对。小片里说现在想分开，他不同意是吧？对。你。他的气点在这儿，你翻我的手机，那你怎么原谅他的呢？他就献殷勤什么的嘛，然后我心软就原谅他了。献殷勤，你就可以原谅他啊？对，因为第一次这样嘛，然后我就原谅他了，然后他还跟我保证，以后肯定还是继续呗。就后来嘛，我发现他微信好友还有他的前女友，然后跟我们学校的学姐学妹聊天都很暧昧，然后发现了他还是骂我神经病。重点不是骂你。重点是不是有跟学校的学姐和学妹暧昧？咱先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跟同学之间打个招呼，礼貌很正常啊。只是打了个招呼，本来就是啊。所以你觉得他是多心了，是这意思吧？啊，就是很小气那种感觉。好。然后有一次国庆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回老家了，但是我当时跟我朋友在外边逛街，然后我的手机被偷了嘛，就很伤心。然后晚上跟他开视频，他不接，后来接了过后，他在被窝里边接的，我让他给我看一下周围，他就挂了，就很害怕的样子，不知道跟谁在一起。什么叫很害怕？挂了过后2分钟，我给你打电话，你接过吗？接视频有接过吗？当时我们才到酒店，大家还在谈明天去的。你不是说你回家了吗？我说回家出去耍呀，跟你说了的。那你后来跟我说你跟你爸妈呀，然后后来他回来了，翻他手机看到了跟一个女的出去玩了。什么叫一个女的？我们是一群人，好不好？全是朋友。不是刚才说跟你家人出去玩吗？这会儿怎么变成朋友了？是我幻听吗？他骗我。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我去跟我家人一路，然后他才会让我不跟他一路去耍呀，国庆，不然不好推脱啊。就是你不愿意国庆的时候跟他去玩，愿意跟那些朋友去玩，因为我们之前都约好了的。那为什么不是带着他跟你那些朋友一起去玩呢？当时没想这么多吧。他死活不承认，然后证据翻在他面前，他才承认。然后我翻了他那个女的朋友圈，然后看见他们一起旅游的照片什么的。我们一起出去耍，别人发的朋友圈，一群人呢。这个反正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啊。啊，至少有2年以前是吧？啊，对。姑娘，所以我特好奇，那个时候时间很短嘛，刚交往嘛，你发现不对就快跑吗？你怎么还留下来了？你能清晰的告诉大家吗？就他哄我呀，跟我献殷勤什么的。不是他用了什么方式？他献殷勤最催泪的，或者最能软化你的是哪一部分？你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我特别好，对我特别好，然后说什么花言巧语的，然后我奔马就相信了。相信了。对。那是你发自内心说的还是花言巧语啊？没有骗他呀。但就是确实是跟一堆人出去玩，是吧？本来就是。没有特定的异性对象出去玩的，对吧？没有。只是不想带着他一起玩。啊，对啊。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那你回答我，为什么不愿意带着他一起玩？既然是你的女朋友。因为他特小气啊，跟我的朋友都特合不来，这种感觉。就玩不到一起是吗？就是他进不了你那朋友圈，是这意思吗？啊，就是。那你那些朋友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女朋友吗？说实话。不知道。那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跟我的前女友分手，才跟她交往没多久啊。这是他的这个理由和解释。这是在学校里头是吧？对。然后后面毕业了，他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了。然后有些时候因为一些小事都要动手什么的。动过手吗？动过啊。就有一次，我不是上班的时候玩手机吗？就主管跟他说我玩手机，我觉得老板不在没什么嘛。他就特别激动，跟我下班的时候在大马路上面，然后过人行道的时候就很激动，然后就对我动了手，就打了我一巴掌。公司的制度不能耍手机嘛，上班，然后他坐的位置就跟经理背靠背那种感觉。他耍手机，然后我跟他说了几次，然后主管找我说了，然后我跟他说了喊他不要耍手机，根本不听我的。主管为什么找你说呢？因为我跟主管认识。然后呢？然后根本不听他，继续耍呀。啊。然后下班之后我跟他说这个事情，说的很着急嘛，2个人，然后我就失手打了他一下。道了歉了吗？这件事儿？他后面还手把我的眼睛都抓破相了，然后我们就不能让你随便打，就没去公司上班了，然后就辞职了吧，2个都没去上班了。对。然后我们2个人在家里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嘛吵架，然后有的时候我不是家里面养了2只猫嘛，我特别喜欢猫，然后有一次他看不惯我的猫，就扔我的猫嘛，就一把扔在墙上去那种，特别过分。我打他猫是因为房子里面有5个人嘛，合租的，他的猫挺烦，经常跑到别人的房间床上去跳过来跳过去的，别人都跑来，因为是我的朋友嘛，都跑来向我倾诉这些东西。后来呢？后来就是我们2个住在一起嘛，就经常一些小事都要吵，然后他就回家考公务员去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成都就开始了异地恋啊。回家之后消停了吗？感觉生活平静了很多。你觉得呢？我觉得他还是那个样子，然后有一次就跟他开视频嘛，他跟他朋友出去玩了，他就死活还是不接，然后后面接了跟我说在吃饭什么的，然后我想看一下跟谁在一起嘛，然后他不给我看，然后我就跟他朋友打，然后他朋友接了过后就看见有2个女的嘛，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骂我神经病。很正常，我跟他接了视频，我说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喝酒，然后他去一直找我朋友接视频骚扰我朋友，我朋友没有法了，然后就接了给他说跟谁在一起啊，然后本来就是我朋友的2个朋友在一起，我们吃了饭去打麻将这种。4个人约着打麻将，你也见到那俩姑娘了？对。但是你心里怎么想这件事儿呢？我就不相信他呀，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你们这个异地恋这都不消停啊？就我想分手啊，他不分啊。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他家里嘛，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要回成都的时候，就他让我收拾客厅嘛，然后茶几下面我没有扫到嘛，他就骂我，然后我们2个就吵了起来嘛，然后我说我凭什么给你收拾啊，我又不是你的保姆，然后他就扯我，然后把我的大衣都扯烂了。我问一下啊，过年是你去的他们家是吧？对，他爸让我去的。我爸叫他去的。你前面不都说要分手了吗？怎么你还去他们家呢？他爸一直打电话让我过去玩呀，然后我就去了。2家人都见面了是吧？对。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就觉得他大男子主义嘛，然后他的脾气特别不好。你们家人对他的印象怎么样？我爸就觉得他还行吧，然后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比较文静吧，感觉给外表上面，就是在家的时候，他对我父母肯定不会展露出一些脾气啊，对吧？都很温顺这种感觉。他都这样了，你干嘛不跟他分手呢？2位？我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就这样。凑合着过。就我觉得我没有。男生是怎么想的呢？在一起这么久了，毕竟都断断续续吵，平静下来，但是还是挺想对方的。他根本不相信我呀，就每天异地的时候，
就每天都会跟我开视频什么的。不是每天开视频不是为了相思吗？他是看我跟谁在一起。不是你们俩不是互相不相信吗？对呀。你也不相信他吧？好，那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就这样异地恋啊。为什么3年的恋情一直这么争来吵去，想分手又分不掉这个手？他们纠结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呢？一起进丘比特问卷。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女生是几次想要跟他分手的，对吧？然后他一哄就把你哄回来了。我就特别想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怎么样的甜蜜能把你哄回来，你就不离开他了？我觉得是我自己好骗嘛，我自己比较喜欢他。他就说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以后没有这个事儿了。然后对我也好，然后给我买什么东西什么的，就大概就这样就回来了，对吧？好，男生几个问题。问吧。第一，当我们提到前女友的时候，提了3次，你每次都笑，你在乐什么？我觉得过去很久的事情了，对吧？再提前女友感觉毫无意义，懂不？你觉得没事儿，这个事儿根本就，所以我觉得太好笑了，还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太好笑了，只是说笑着面对吧，这种感觉。哦，笑着面对过去，对吧？对对对。啊，好，明白。没有其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连他带都没有带到你的朋友面前，你是如何判断他和你的朋友们玩不到一起去的？因为他这个人还是比较爱吃醋这种感觉吧，对吧？就是你自己觉得他爱吃醋，所以干脆不带到他可能会吃醋的地方去，这是你的判断。好，现在我在整个的对话当中听到的就是，你觉得你的女朋友，短片当中提到很招人烦，打扫卫生做得不干净，每次都是要吃醋的无理取闹，这样的一个女生，你就应该离开她呀。今天她提出分手，你为什么还要拒绝，然后来到现场呢？如果你是不喜欢她，那麻烦你跟她分手，你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我觉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过去的3年，谢谢彼此的陪伴，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好吗？这是我对您说的话。我要对女生说，一个人是不是适合我们穷极一生的去喜欢和托付，不是看他对你好的时候有多好，而是看他对你不好的时候有多不好。听懂了吗？祝福每一位，谢谢。一个成年男人，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控制自己，而不是说我用一种更愤怒、更激越的方式去针对你。你看，你明明知道他会动手，你明明知道他会暴躁，但是你还一次一次的去跟他怼，一次一次的去激怒他，一次一次的把他往最愤怒要动手那个状态去逼。你觉得你一直能控制得了状况和局面？就我不想听他的，他也不听我的。对，你是不想，那你可以走啊，你可以分手啊，为什么没有呢？你看你们2个人在面对别人批评时候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反应也是一样的。我没有说你们谁不好，或者说也没有说你们这种态度是错的，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这个状态是一致的。刚才问你们有什么浪漫的过程在你们爱情当中，其实你们吵架就是你们的浪漫过程。我相信他这个暴躁的脾气的养成也有你的功劳，姑娘。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种稳定状态是可以长期的这么稳定下去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的这样的一种暴力的倾向变得不可遏制，那个时候你真的能控制掉局面吗？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老师。来，严老师。我一点都不觉得你们之间有爱情。你刚才说啊，我跟他分开几天，我想他，你想的不是他。你说我们分手之后，他来一哄我，我就跟他好了呀，不是他哄好你的。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在看着你，你们俩彼此吸引的不是爱慕，不是喜欢，就是吵架时候那个激烈。其实从你们一开始讲，我就特别担心你们这对年轻人，真的不要在一起了，你们毁了彼此。我们这么年轻去做点阳光的事情，我如果是你们的长辈家人，我真的就一定要拆散你们。你们要远离深渊，不要再彼此激发。
当然，分手肯定对你们来说是撕裂，很痛，但是你们经常要提醒自己，这不是爱，你们之间没有爱，你们之间只是暗的吸引。真的告别这样的生活吧！我相信你们有吵架那份精力、那份精气神儿，咱干点任何事儿都干得不差，好吗？分开吧。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谈恋爱是一个通过对方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好的恋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他，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们让对方都成为了更坏的自己。但是吵架又可以强化彼此的感受，会上瘾，所以你们现在还分不开。上哪去找一个跟自己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对手呢？你看他又笑了。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问题：自尊和修养。一个男人满手是血的跑到医院，让一个护士给他包扎。护士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砸在了玻璃上。”你知道那个男人说什么？那个男人说：“砸在玻璃上，总比砸在媳妇儿身上好吧。”瞬间，那个护士对这个男人就有了一丝好感。人都会冲动的，但冲动完全不可遏制吗？这个男人也冲动了，一拳砸在了玻璃上，但他宁愿砸在玻璃上，也不砸在自己媳妇儿身上。这就是控制。心里有爱，就会把拳头砸偏一点，而不会砸在媳妇儿身上。你说对吧？所以说，冲动与冲动也是不一样的。冲动是来源于情绪被蒙蔽，但如果心里有爱的话，即便冲动，也只能伤害自己，而不会伤害所爱的人。这就是燕平红所说的，你们之间是没有爱情，有一点点心疼都不会这样。但为什么你们又会持续的在一起？这就是自尊和修养的问题。我们把你们之间的冲动回到第一次，是他打你是吧？你原谅了他，而且我相信你原谅他原谅得很快，一献殷勤马上噗呲你又笑了。刚才我在跟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就已经笑了。这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恶性循环状态呢？我受伤害了，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你，至少我自己要缓和一下。但你不一样，一来殷勤你马上就好了，长久下来你们俩就没脸没皮了，一讲就是你可以伤害我吗？你来呀，你来呀，你来伤害我呀！你看，又笑了。所以说，当我们在说你们之间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们俩都很容易笑。所以我说白一点，就是你们俩不是面子皮儿很薄的人，挺厚的。到现在为止，你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件多大多重要的事儿。说实在的，如果两个成年人的爱情谈到这种地步，彼此把对方的自尊扯得一丝不挂，可以随便打随便闹，闹完了立马就好，你们俩之间是爱情的。所以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们，给对方也给自己，留点自尊，也留点面子，就这样。其实他们俩在心里面，你们都分析过了，为什么会这样？享受，乐在其中。明显可以观察出来，女生在跟男生的交往当中是属于拱火类的，挺担心的。说句实话，就害怕你们未来某一天再这么下去会伤害到对方。基于现在所出现的这个问题，双方能不能学会控制情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其实控制情绪也是一个人成长的一种过程。那接下来问题就是你们能不能控制？如果双方能够彼此控制情绪，还可以再试试。大道理你们可能也都明白，该说的老师们都说了，轻话也说了，重话也说了，最后就是考验你们自己是不是成人嘛。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跟你两个然后在一起3年了，断断续续，一路上争争吵吵。说实在的，你烦我也烦，其实很多时候。
那你的脾气会改吗？现在我想说的我们俩的问题的是，不是我的脾气会不会改，需要我们两个相互的改。那你要动手啊！我现在什么时候对你动手？每次我都是忍你忍到。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关门。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挺好，挺好。哎呀，这是长出一口气啊！长出这口气，其实不是害怕别的，就是说明他们在成长。至少不在这个舞台上那么冲动的去做在一起的决定。首先是冷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好。确实，如果这段恋情真的这么谈下去的话，很有一天可能在冲动之下就会有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成长了，一切就好。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他父母不把我当家里面人，处处针对我，一直催着我们要孩子，可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就想在家里面生孩子要方便一点，我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哎呀，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黄先生29岁，来自四川厨师；女嘉宾小月27岁，来自重庆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结婚有2年多了。喜欢你媳妇儿不？还可以吧。还可以是怎么个意思？当然喜欢了，不喜欢的话肯定不会娶她了啊。那你就说你喜欢嘛，爱不爱？爱呀。今天是媳妇儿想来这儿的是吧？是。你媳妇儿来是对你有意见是吧？是对我有意见。你知道她对你有啥意见不？我知道。你知道你还不改？对你有啥意见？就是我平时比较懒的那种，不帮她干家务活这种。懒不干家务活是这个吗？是的。我听着好像不是嘛，我听着怎么什么他爸爸让生孩子什么的嘛？看来你这事儿还不少是吧？嗯，对的。好，那你一条一条的跟我说好不好？第一条，我们结婚有2年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后来呢？后来我发现他家里面不把我当家里面人，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些矛盾，我们天天吵架。今天来我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哎呀，您的性子真是慢慢柔柔的。你喜欢他这性格是吧？行，他家里人不把你当家里人，有哪些表现呀？家务事儿也是我一个人在做，我炖了牛肉啊，他吃了一口啊，然后就给我扔了。你什么玩意儿？老婆炖碗牛肉吃啊？根本没法吃，都没做好。没炖好，接着炖，你扔了干嘛呀？嚼不动啊。再炖呢？他都做好了叫我吃啊。说明他不会嘛？会不会炖牛肉啊？我没炖好。哎呀，这脾气是要搁就刚才那男生的脾气都得成什么样了？没炖好哈。我问的是你以前会不会炖牛肉？不会。所以那次是你第一次炖。是的。你很委屈，是这意思吧？是的。还有啥呀？一个牛肉啊。他休息的时候也不愿意帮我。我床单被单洗过后，晾起来特别沉啊。他看到了也不过来搭把手。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帮着老婆晒床单啊？有时候想打2把游戏，就是这样了。哦，他叫我有时候也没听见，就是玩呗。是，态度特好。就是他不干家务，并没觉得像你说的他们家人不把你当家里人呢。你怎么会觉得这个就没把你当家里人呢？他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我觉得特别的偏心。哦，他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没给你们买房子。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结婚之前嘛，双方父母嘛就商量，一个出一半的钱跟我们付个首付。后来我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啊，
是我父母的，不是姐姐他们的，只是姐姐家他们经常回去住而已。哦，没给姐姐买呀？你们俩的房子买没买啊？没买。为啥没买啊？我们多次提到买房子，他父母一分钱都不想出。不是说好要给人出钱的吗？他不出啊，我也没办法呀。现在买了房子，更没着落这个事。他爸妈就没钱了，再买房了是吧？对。那你们就自己奔呗。我们两个收入低，没法买啊。何况双方父母结婚以前，他们承诺这个事情了。这个没出息的。不是，现在那个岳父嘛，要求我爸妈买房子嘛，出得了吗？我老丈人他们能出得了，叫我爸妈他们不出啊。哦，那就你们家都出了呗，反正，啊，你都嫁给他了，行不行啊？不行。不行啊！哎呀，我的天哪！行，没给买房子，所以觉得不是一家人是吧？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是一家人呢？他父母一直都催我们要孩子啊，我也不同意生孩子啊，没有房子啊，我想在自己家里面生孩子要方便一点啊。你什么意见啊？就是我父母嘛，现在年龄也大了，他们年龄大了，我们也年龄大了，父母都着急，我们也着急是吗？还有老跟我父母顶嘴。不是，我问你什么意见？你想不想要孩子？我想要啊。你爸妈支持你要孩子吗？我爸妈不支持我们要孩子。为什么呀？就因为房子。因为我们收入也不稳定。哎呀，现在你们家就你工作是吧？是。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不好找工作。是不好找工作吗？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呀？以前是做销售的这块的。他是销售什么的？你能告诉我吗？卖保险之类的。保险销售特不好做吧？是的。你做了几年啊？2年。一份都没卖出去吧？卖出去了2份。两份。你看我猜的1年1份，他的节奏太慢了。想起了《疯狂动物城》里那个，哎，真，你就喜欢他这个可爱劲儿是吧？是吗？就慢慢悠悠这性子是吗？开始还喜欢，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心里特着急，有时候。哦，你也着急啊？你要不着急就错了，着急就对了啊。那咱们接着说啊，孩子的事儿，房子的事儿，这个两家看来都有一些意见是吧？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也不舒服呀？他经常对我发脾气。什么事儿对你发脾气呢？他是给他父母说要买房子的事情，他把电话一挂，然后就冲我发火，说我们没孩子就租一辈子的房子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呀，妻子老让丈夫跟丈夫的家人说房子的事儿，丈夫一说房子的事儿，丈夫的父母就说孩子的事儿，对吧？对。说了孩子的事儿，丈夫就觉得有点晕菜，于是挂了电话就跟妻子说，没有孩子你就别想要房子，要想要房子就得先生孩子，是这意思吧？是，对。那你跟他发什么火呀？你自己去挣钱啊。父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老是顶嘴这样。他还会顶嘴呢？对呀，他就说，你不买房子我就不生，也不去检查。还挺有主见的呀你，生孩子是给谁生啊，姑娘？给他生。那你要是这么想，确实也没办法了啊。好，除了这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就是他当晚上要给他买保险，要户口本儿啊。他想麻烦他姐夫一趟啊。他姐夫工作上忙啊，没时间过来。他对我发脾气。怎么了？你说。我们单位买保险啊，就是姐夫嘛有车嘛，叫他送一下嘛。我妈就说别老麻烦姐夫。然后我就说宁愿自己走路回去拿，也不麻烦他们。你发脾气了是吧？是啊。你对谁发脾气了？对他。这就听明白了，就是在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他都对老婆发脾气，是这意思吧？是的。是这意思。你姐和你姐夫他们收入比较好吧？对。比你们高吧？对。你爸妈买了新房子之后，姐姐和姐夫常去看吧？对。这新房子是你爸和你妈买的，还是你姐夫和你姐出了点钱帮你爸和你妈买的呀？我爸爸他们买的。他们买这房子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开始我也不知道。等于他们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哎呀，这就奇了怪了。那这房子多大呀？60多平米啊，老两口住。那他们过去的房子呢？过去的房子在村里面啊，现在在那个县城里面买了一套。
等于过去是有祖宅的，是吧？有宅基地，现在在县城又买了套房子，是这意思吗？对对对。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爸妈的态度改变不了，我们过上我们的日子就行。哦，明白了，你要修正了是吧？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振奋起来，不跟他的父母纠缠了，你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是这意思吗？是的。你想要孩子吗？想。你们俩要了孩子谁带呀？我老丈人他们可以带呀。你老丈人他们带？你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啊？我爸妈。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了？没有了。哎，那你就入赘得了。我也想啊。后来怎么没入呢？就是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我打算把户口拿到他们家里，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你爸妈为什么不愿意啊？户口在农村有国家有补贴这些啊。哦，我听明白了，这根本就不是小两口的矛盾，这是两家老人的矛盾折射在了小两口的身上了，是这意思吧？是的。你看看，这个家里是想结了婚了，反正我们就这一个闺女，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来吧，小伙子，到我们这儿来吧，然后再生一个大胖孙子，一家4口5口，其乐融融过日子。那家打的算盘呢是我们娶回来的，你们得到我们家来，然后给我们生一个孙子，这样我们一家5口其乐融融的过日子，是这意思吧？是。你们俩挺为难的吧？对对对。你们俩之间没什么矛盾吧？我听来听去。我只是有时候发点脾气而已，没有什么矛盾。对，你觉得他脾气大是吧？是的。他要不发脾气还算个好男人吗？是个好男人。你们家现在谁做饭啊？现在是他做饭。你做饭啊？是。就好好做吧，好好入赘吧。户口本拿来了吧？没有。行吧，4位老师，你们给出个主意，看怎么把户口本给拿出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相爱而且可爱的一对儿啊！上来男生就说，问他说：“你爱他吗？”说：“我爱他。”我觉得你是真的爱他，但是你会爱他吗？不太会，是吧？没事，我教你。媳妇儿给你炖了牛肉，辛辛苦苦炖一下午，人家不会炖。就咬不动都应该生吞下去，懂吗？我有一次在家里做煲仔饭，结果做成了煲仔粥，我自己都咽不进去。我问我先生，我说好吃吗？好吃，懂吗？懂。这就是爱。晒衣服，你就应该帮人家一起晾被子、晒衣服。每天其实都是他在做，你偶尔过来帮帮忙，这就是会爱。还有。你冲他发脾气，你怎么能冲他发脾气呢？他那么可爱，你怎么舍得冲他发脾气？对不对？错了没？他有时候反应特别慢，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叫生活的节奏和情趣，错了没？错了。哎，改不改？改。这就对了，你看学会了。啊，行。说女生这边。无非就是纠结房子和孩子的问题嘛，哈，房子这个事儿，现在大城市当中70%的年轻人都是选择租房结婚的，因为我们首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有能力和条件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然，他们家首先承诺我们，然后又没有兑现，是有错在先的。可是作为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苛责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拿不出就是拿不出。我们再怎么闹，再怎么发脾气，再怎么去要求，跟他讲说你曾经答应我的事情，他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努力的去奋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依然要孝敬二老。第二点，咱爸妈的首付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咱能不能先买个小点的？也行。哎呀，问题解决了，先买个小点的，比如说我们付首付，跟他们家商量，他们能不能付按揭，这是第一条路，对不对？第二条路，买个小点的，如果你父母，因为你这一关我觉得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老人有他们的想法，不行的话就做个公证，这个房子的首付款什么的是你父母付的，将来是吧？
也怎么样哈？这是第2点，房子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是的。好，有了房子，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生孩子了？对吗？对。哎，有了孩子，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对。真是棒棒的，所以就一句话送给2位：努力买房子，加油生孩子，耶！祝福你们！哎呀，给他点赞，全解决了，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对，就很厉害，很厉害啊！来。其实我一直在笑啊，姑娘这边，她虽然拙于表达，但她思路是很清晰的。那边那个呢，窝囊而无能，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去决定孩子该不该生呢？为什么非要等爹妈拿出那几万块钱来买个房子，你才能去决定这个孩子能不能生呢？为什么你们自己作为那么独立的人，自己没有能力去决定自己孩子的将来，自己未来生活的将来呢？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搞不定你爹妈，而不是说为什么我们2个人搞不定我们自己的将来呢？所以我觉得你终于看明白了，爹妈靠不住。对，爹妈靠不住，他爹妈喜欢他姐姐，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既然爹妈靠不住，我们就靠自己。为什么我说你窝囊而无能？到现在你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哎呀，我爹妈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爹妈怎么样？你的能力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对他承诺，我们2个人是在多少时间之内是可以买个房子、租个房子，将来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他要的无非是你这样的承诺嘛，而不是天天在纠结你爹妈我爹妈这件事情，对吗？你可不可以规划一下，不就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了吗？姑娘，你愿意等他将来有一天能够养得起你和孩子吗？我愿意的。咱们可以放弃，我们就不要有骨气，不要他爹妈的钱吗？也可以。行，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关系其实没有问题，只是我认为男人是应该多承担那么一点点的，女人应该多包容那么一点点。爹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孝顺的对象，而不是我非要跟你拿钱的一个经济的支柱。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严老师，妻子虽然说话慢，但是在理儿。我们都希望下一代比上一代好，你的爸妈希望你们过得好，对不对？你们也希望将来有了孩子过得还比你们好。那怎么一代比一代更好呢？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就努力，自己独立。父母为什么要给你们施压，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房子？这边说我给你房子，你就得把孩子生到我们家，怎么会这么牵扯不清啊？你们俩没能力，你们俩不独立，所以父母替你们担心啊。我倒觉得，哪怕你们现在租房子，咱有能力把这个日子过下去，生了孩子，哪怕我们就是租房子养孩子，也没什么不好啊。孩子会习得说，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在努力，我应该更加努力去独立，将来我买自己的大房子。如果照你现在思维模式，先生沿袭下去，你的孩子也会说，那我的房子有我爸我妈给我付钱的呗，一样长大以后受你这种夹板气。明白吗？我们先独立，才能有一个房子，才能有一个孩子。顺序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有了房子，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才独立。先独立。当然，妻子说你的思路清晰，大家都说你清晰啊，不代表你就是正确的。为什么不上班啊？为什么不工作啊？你还没有孩子呢，就已经放弃了社会属性啊？一个年轻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安排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体验社会。即便将来你生了宝宝，你说我们家庭的安排是需要一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问题。那个时候你通过在社会上的学习和总结，你会更有方法，更有能力去抚养你的孩子。你现在什么能力都没有，你还真不是有房子生孩子的问题，你先长大才能养孩子。愿意找份工作吗？愿意。你可以的，对不对？是的。好，祝福你们，谢谢。谢谢。来，涂老师，你在家里说话不是这么慢悠悠的吧？不是，说家乡话挺快的。其实我觉得，其实你也甭去找工作了。他是厨子，你帮衬着做个夜宵摊子，搞个小吃店，对吧？盘个门面。然后挣点钱买个房子不行吗？就总而言之，其实这种小日子没有那么恐怖。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现在就处在这儿呢，
为什么不靠自己呢？其实你跟他在一起就真的挺合适的，俩老实人，啊，但你别欺负他。我也不知道在家里谁欺负谁，我都不知道啊。就这样，祝你们幸福。我第一次啊，这么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语言体系的差异给一个人的表达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其实你还不如说，是四川的、重庆的。我重庆的。哦，你不如说你重庆话，就我们凑合去听什么的，还比这样也好。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会比较，跟过去节目的调性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俩这问题又反映出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女生家里条件相对比男生的条件好一些，男生自己可能也是有点窝囊，但是手里面有一个技能，对吧？算是有技能的老公，对不对？可是在家里呢又不被人重视，对吧？脾气还很大，又不听老婆的话，所以今天就算老婆带着呢，慢慢悠悠的来修理一下老公啊，修理一下脾气，不要再跟公公婆婆较劲了，较劲也没用。有些爱不是能争来的，有些宠不是能争来的，听明白了哈？你心里其实很清楚，你就好好的努力工作吧。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以后会顾及到你的感受，也会努力的赚钱，买一套我们属于自己的房子。希望你以后也理解我一下。我会理解你的。有时候我脾气肯定不大好，但是你也要为我多想一下。毕竟工作中有时候也会受到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谢谢两位，最后算听出来了，男生的表达是我以后会对你好的，少发脾气，也希望你能包容我，是这意思吧？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这女生特别喜欢这男生啊，那眼里啊，还有广告呢。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可爱吗？这两位小宝宝？可爱。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哎呀！除了抱就没别的了。停！来，你们俩真行，你们俩。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可能外人看他们单纯，甚至有点傻傻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的日子能过得特别的红火，而且未来会特别的幸福。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1年多了，我们2个都是离异的，各自都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跟他，我的儿子跟前夫。我觉得我们目前的问题呢，就是他要我接受他的儿子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这个我可以做到，但他却接纳不了我的儿子，还总跟我说我那个儿子是前夫抚养的，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能接受他的孩子，他为什么接受不了我偶尔去看我的儿子呢？很显然，您现在男朋友呢在意2个问题：第一，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得到独一无二的重视；那第二呢，您的儿子在前夫那里抚养，那势必您去探望儿子的时候就会见到前夫。我想应该是男朋友有些吃醋或者在意吧，所以看看能不能跟前夫商量，探望儿子的这一天，把儿子接到您这里进行探望呢。其次，我想让您帮我转达给您的男朋友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祝你们幸福，谢谢。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